我们这边5条蛇，有4次上涨，1次下跌，上涨几80%。你看到它的平均涨幅多少？这样估的话，我说认为今年我们的蛇年应该是有涨幅嘛。大家好，欢迎收看，欢迎收听《女王聊财经》，我是刘宣彤。新的一年来了，希望大家今年呢投资的报酬率都能很满意。那台股大盘在2024年大概涨了28%，从2023到2024已经连续涨了2年。那大家就现在想问说，2025年的今年到底还会不会继续上涨？而且有没有可能台股加权指数攻上3万点呢？那今天我们就来请我们的资深分析师杜金龙老师来帮大家解析。欢迎杜老师。现场各位观众大家好。老师，我想在跟您聊的之前，我还是要先给观众朋友一个背景介绍，就是说您一直主张说从2022年的10月12629那时候开始是进入台股第8次的大循环，第8大循环。通常一个大循环可能会走5、6、7年都有可能嘛。好，那个时候去年您也曾经来上过我们节目，您曾经讲过，我想大家一定要先注意一下费波南西系数这个时间的转折点很重要，有什么21个月啊、34个月、55个月。对，没错。那去年您就告诉我们，从2022年10月到2024年的7月，就是21个月。对，没有21个月，果真的时候转折，就是出生段可能就开始下来了。对，没错。好，那可是最近大概2025年初，大概就22500、23500中间这样盘。对，到底现在这个主升段走完了没？大家记得哈，刚才宣统讲的就12629，大家记得这个点哈，你只要会计算机乘以2就是25258，我们真的到24416嘛，而且在7月份，大家记得这个点数，因为那一天8月5号、8月6号，我们不是跌了1800多点嘛，是，所以这个19662有可能是第2波的低点哈。那目前来讲，修正5个月慢慢的突嘛，有没有？那我们其实已经过了这个去年的8月17号的22713，是因为它本来就是在24416、22713这个下降压力线哈。那今年已经到239多了嘛，有没有？快要24。为什么说现在还没有马上讲说现在是主升段？因为我们要过24416。我们就确定这个就是主升段，可是我认为90%应该会过吧，因为它已经过了这个第2高了嘛，剩下这个最高点。好，那只要过24416，我们这个就会把它画成第2波在这边19662，大家记得这个19662第2波低点。那刚才主持人讲8月份如果走到3之3，就是12629乘以2.382倍，就3万点啊。所以今年我就是年初。我们现在年初的低点是1月13号那一天22458，大家记这个点数，1月份最低。好，那完以后开始涨多头年，那我们今年12年就把它折去啊，折到8月份3万，那收盘的话大概在2万8。您刚刚一直讲到8月，其实8月就是我们刚讲费波南西系数的第34个月。对，34个月也是重要的时间转折。对，就您的意思说，您认为你相信它应该会99%会往上，然后到8月之前都会属于一个主升段的。对，然后到主升段可能8月会到最高3万，是不是？3万来回档。休息的话，年底也说2万8，2万8就离我们去年的收盘23035有没有？大概涨了20%左右，21%嘛。以前5条龙涨多少？27%。我们录的时间现在涨28%，你看多准，完全符合2024年。对。那我们看到我们的蛇年，我们这边5条蛇，有4次上涨，1次下跌，上涨几80%。你看到它的平均涨幅多少？20%，我们记20%，有没有？这样估的话，我说认为今年我们的蛇年应该是有2成的涨幅嘛。那我们去年不是说23035嘛？你乘以2成大概2万8，所以我们希望说我们2025年的收盘是2万8，连续涨3年。我这个表是从牛年开始算啊，兔年最好，牛年第2，龙年我们剩下2天就过了嘛，27%，100%符合，有没有？12年20%嘛，那马年刚好是主升段走完，有没有？马年稍微回档啊，第5波是羊年，所以我刚才讲我们会涨到2027年的5月份3万8，就是在羊年的5月份。好，那这样我们规划这个波浪理论，就一个循环不是涨55个月跌34个月嘛，就是这样规划的。
老师，那我们再来把你这个波浪理论这第8大循环再帮大家解释一次好了。大家手伸出来，我们手伸出来，涨5波，每个都3个关节，就是波浪理论的特征，有没有？涨5波跌3波，我们自然界也是这样哈。那刚才主持人讲12629有没有？2年前最低嘛，我们现在这边涨到去年的7月11号，刚好21个月，21个月，对，它差一点点2倍，因为2倍的话25258，我们24416哈，那不是回到19662吗？有没有？我们那一天19262刚好日本崩盘嘛，全世界崩盘，我们得有史以来最大，所以这个19662丢第2波低点，有没有？那我们现在录影的时间在这边，有没有？快要过24416，如果你只要过24416，我们就确定这个叫主升段，因为我们波浪理论一定要等真的突破往右才能，往右到这边就是2027年的5月份，那我们的蛇年就是这一段啦，那马年的话会稍微回来，有没有？那这边的话，我们是今年的8月份在这边3万到3万3，那在马年稍微休息一下。因为你说一定要突破这个2416才可以确认这一次叫主升段。对，我可不可以问一个笨问题？假设它没有突破，那你们会叫这什么？我们看一下，我们现在不是这边19662可能第2波低点，有没有？那它现在吐了这么久嘛，底部越跌越高，有没有？那高点也晚上要突破了嘛，有没有？剩下最后突破完以后，因为它已经过了去年的2个高点2373嘛，那如果没有突破又拉回，你只要守住这个点就好了。11月29号的低点是20552。对，那这边就可以了大概因为短期间应该不会回到19662，因为我们这边有一条连线21600多点的连线，对，那我们这个就你又回到这边叫第2波，现在是打了第6个月嘛，那我们认为你这边应该到过完年应该马上要突破24416，往右就开始展开主升段。因为为什么有2只股票要过新高，台积电过的嘛？因为台积电那时候这边是1080嘛，我们现在1100，而且1160。另外有一只股票叫做2545的联发科，它高点1500，有没有？现在要过，那主流都要过，理论上过完年会过24416，那就确认。如果说像主持人刚才讲，万一没有又回马枪，有没有？你这边就是还是属于第2波的整理不是整理5个月，可能整理8个月到3月份。可是我个人为什么现在持股90%？因为我认为看图形，有大概90%以上会突破，因为主流股都过这个高点。我们现在录影是过农历年前，持股已经到90%了。对，没有错。所以你就是相信，基本上台积电、联发科，只要他们站稳的话，这个台股突破24000应该是没有问题。因为等一下我们会讲基本面，我们会从 GDP 跟上市公司的获利来讲，我们认为。在基本面也有这个特征，是老师不用等一下了，这接下来就是我要请教你了，因为我们虽然是讲技术面，可是一定要有基本面来当你的底气啊。财讯想跟所有的频道会员表达最深刻的谢意，那因为有您的支持，才能让我们持续带来精彩的内容。当然呢，还有很多观众留言赞助，以及帮影片按赞以及分享，这些都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鼓励。再次感谢所有支持我们的会员与观众，也欢迎大家加入频道会员，跟我们一起追踪正经趋势，掌握投资脉动。大家看一下我们这总体资料，我们去年大概之前有讲涨28%嘛，那我们现在连续涨2年嘛，那我们另外有一个东西，我们经常会看本益比。OK， 大概中值就是台股平均63年的本益比大概就是20倍，那现在我们超过19倍，19倍，差不多20倍也是在平均水准。那台积电大家记得，台积电去年赚45块，今年可能62块，明年73，后年80块，大家用20块乘以80就1600。可是我们的主升段有时候本益比会弄到25倍，对，25倍80乘以25倍就2000块，所以你知道我经常随时带2000块。这样就我看比较。老师真的很有意思，他的身上都会带个2000块道具。因为我90%的这个里面，他的台积电占最多，因为有梦最美所以拍照一下2000块那再来，我们等一下会讲 GDP 啦，去年是4.23嘛，那台湾的位阶刚好在平均值，所以也不算过分的高，也不算。对，因为你2万4也是最近的历史新高，可是因为我们等一下讲，我们 GDP 还成长，还有我们上市公司的获利也会成长，所以我们平常都是用这3个来评估台湾现在2万4的位阶有没有很高，它是在中间的位置。
可是我们股票市场主升段会有超涨的机会。那还有一个出口，你看到我们出口现在是2024年9.9，对，明年预测7点多，后年5%。那一般我们都是看主计总处，可是因为在我们上个礼拜五，我给那个小编资料的时候，刚好中经验有公布，你看到这个最新的资料有没有？1月16号嘛，所以我们有去年的 GDP 4.3。好，那今年的话估3.22，全国现在只有它估后年的3.03，可见的我们去年4.3是很高嘛，那今年也不错，明年也不错，3%也都不错啊。就是那今年的话，应该是第一季最低来逐季走高。再来我们看第二个，刚才我们讲的出口我们现在实际是9.9嘛。今年估7.13，明年5.93，对，这是我们出口的成长率，也就是说。它没有像以前我们有衰退，也是微幅成长啊。好，那成长率没有那么高哈。你看它台币也估啊，去年32块，今年31.73，明年升值了31.6哈。那在民间投资去年是4.7，今年4.71，明年3.87。这个民间投资就是台积电的投资了。台积电今年的资本支出不是380到400多嘛？有没有非常好的一个资本支出这里面包含，所以我们从这3个啦，就今年的 GDP 跟明年的 GDP 这中经验第一家公布的，都还算不错，大概这个资料。所以老师虽然说它看起来2024年4.3 GDP 的成长率，然后今年3.22，明年3.03，看起来好像是 GDP 成长率往下，但是它其实维持在3%已经算很不错了。因为我们台湾大概 GDP 都已经24兆左右了，所以不要像2年前不是负的都已经不错。而且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你今年的 GDP 逐季成长，所以你刚刚也讲到第一季的1月13号那个可能是一个低点，有可能是今年最低点。OK， 因为我们有一个理论就是多头人都是1月份最低，往右慢慢吐这几年都是7月高点。那我认为今年是8月会不难洗，大概是这个。那接下来老师要不要跟我们讲一下景气对策灯？现在都是黄红灯的在高档，因为股票是涨嘛可是最近出口有稍微走缓嘛，所以有的人认为它有可能会跑到绿灯，可是无伤因为你绿灯红灯，股票市场现在是初升段走完那会走主升段的话，主升段跟初升段不一样，初升段涨得很快，一下就涨了1倍嘛那主升段是把它吐因为主升段要时间比较长，所以我们今年蛇年我们就说这条蛇蛇来蛇去从1月份慢慢蛇到8月份完又回档。我们今年的乙巳年蛇年我们就这样定义所以景气对劲大家会看到它在绿灯跟黄红灯这边做盘整大概是这个。所以老师不管是从技术面或者是景气对策信号或者总体经济GDP 这些等等，都支持你的理论，就是说今年应该是走一个多头年。对，可是不会像去年那么强劲。那当然对。好，那接下来还是要问一个回到最老的一个问题像你已经持股90%了那请问你会推荐我们的听众或观众朋友今年到底要买哪些股票呢？浅谈一下类别好了。对，大家记得我刚才主持人第一个开宗明义讲，我个人把它认为现在第8大循环。大家记得我们每个循环都有一个主流股那我们每年大概都会看交易所1月8号他会把上市公司的成交金额在一个比重。我做了63年2年前是第1名台积电后面几名就是广达、鸿海、创意跟世芯 KY 对，那是2023去年第1名也是台积电，第2名就是鸿海、广达，在联发科进来，在世芯 KY。对，那另外还有一个比较重要，就是说2年前台积电第1名是占成交金额5%。去年是台积电占我们全部成交金额92兆里面的10%，是10%，所以大家记得每天的成交要有10%是台积电。对，那今年有可能台积电会占15%。聪明的钱是玩那个主流股去嘛，所以 AI 台积电。因为5档里面有3档是 AI， 有2档是 IP， 所以我们刚才回答指出来，我们这个第8大循环应该是 AI 为主。你看到魏哲家
话说外话，讲未来5年每年成长20%嘛，说 AI 好，N 代的时候我把300多家，你看到我们这边有372家法人报告都看完了，都看完啊，这个去年的啊，今年有302家嘛，哈，那我们有一个结论，你看啊，仔细看，我们去年上市公司的获利成长36%，非常好。所以大盘才会涨28%嘛，是的啊，有没有？那今年我们这边有18%嘛，18%，今年的成长，所以我盈余成长18%，啊，电子股还是最大嘛，哈，28%嘛。就说整体上市柜公司今年大家预估可能获利成长18%，但是电子是成长28%，超过平均的平均值哈。那这边也有半导体，哇，将近3成啊，那还有零组件呢，周边设备哈，大概这个都是电子股还是最主要的，这个都是 AI 哈。那还有3年吊诡是说塑化去年很烂嘛，今年成长13倍，有没有啊？钢铁有没有？钢铁的话成长90几哈，还有化工啊，这个啊，所以有的是基期很低的，你就不要管它。可是我们最近你们看到，我们在1月份不是每次大盘大跌的话，塑化股就涨上来。啊，就是这一类股，主要只是反弹基期低。假设说我们以南亚从50块跌到30几块，有没有？对，你只要回复到45到55，你就涨58%。我又不要你回升，因为你的 EPS 还一点点嘛。AI 的还是维持我们最主要的哈。那 AI 里面重中就是我们的那个 F4嘛，啊，就是台积电、广达、鸿海、联发科这几只嘛。所以我们从这个统计资料我们可以看得出来，我们认为今年还不错，是说 GDP 成长3%左右，是那出口大概7%左右哈，那上市公司的获利大概成长18%嘛，啊，虽然说比去年这个 GDP 4%，出口9.9%，那上市公司的获利成长36%，是我们今年稍微低一些，可是还是成长。那是因为基期太高了，基期太高啊，基期太高，你还涨那么多嘛？所以我们认为，这个以4年的10年应该是龙年的2/3，我们是这样推台湾股票上。另外还有一个很重要，就是说台积电的，因为台积电去年 EPS 45块，今年62块，明年73块，后年80块。那台积电占36%的总市值，它的 EPS 是比这个成长来的高嘛？对，那台积电只要不跌，那大盘应该相对还有空间哦，就是用这个主流中的主流 AI 哦来做一个判断。所以再问一个小小问题，你的持股90%应该还是以这个 AI 这些为主吧？对，上次我有统计说标准普尔有没有？标普500，对，它去年的成长型的股票是成长35%。价值型成长9.9%嘛，那我们台湾也是一样，我们台湾大盘不是涨，刚才主持人讲28%嘛，我们的台积电，我个人好像涨81%啦，所以去年我还不错哈，就是至少我持股里面台积电啊，广达、鸿海最近是在休息嘛哈，对，那最近是联发科有在上来，所以大概我们台湾理论上啊，如果说这个 AI 还是应该是今年的主流啦，那今年几类股就跌升的股票有可能会做补涨。那这样的话，让点数还是撑着上来。OK， 就是还是以这个 AI 这些半导体成长股为主流。对。那价值股可能就只是一些补涨的，或者是主动型 ETF 进来的时候，可能对它有点帮助。大家还有去听那个魏哲家讲的那个4Q 法说有没有？他把大家疑虑都讲完，而且把那个台积电未来5年的成长20%有没有？那个毛利率59%嘛，有没有？那只要台积电维持这样的话，大盘理论上，除非美国股票市场全部比较大回档嘛，那不然的话，我们台股应该今年来讲，我们按照我们以前统计资料，今年应该是还是会连涨3年。几率非常高了啊，大概是这个。对，其实大家可以去听听看这个台积电的法说会，其实它是一个全世界的趋势。对，那我们杜金荣老师也在我们的财讯有写专栏，这一期也有他的专栏，那也有讲到这些观点。好，那我们今天很谢谢杜老师你给我们的分享，感谢大家今天的收看。如果你支持我们的节目呢，欢迎帮我们按赞、订阅、加分享，也欢迎收看我们财讯其他的影片。我们下次再见，拜拜。